湾以前的社会取得肉类并不容易。一只猪宰杀以后，有钱人家可以买到一些肉，然后它的内脏可能就是会比较便宜，甚至丢弃。有一些人把它处理干净，卖给一些小摊小贩。小时候就在高雄生长，看到很多这些切仔料的店家。高雄港有很多工人，8、9点上班，5点才下班。他们下班以后很累，3、5科班的朋友啊，找一个疏解压力的地方。在切仔料其实都是男性啊，大家在那边会有那种兄弟情怀的感觉。上班单吐痰啊，人生百态，好像就在这个餐桌上来发生。15岁就离家了，就是去读军校，然后当兵10年，一直到26岁，我退伍了。但是我不喜欢回来这边做，因为我从小就切东西切怕了。那时候我在台中，我在房仲业，一直到有一天我父母亲去找我，然后就说出来对姐打他多打你，无要回来考。那时候就想说，父母亲年纪也慢慢大了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我回来，但是我不接。我回来帮忙。然后是到后来，就在高雄，然后要成家了，才开始接。那时候民国86年，才开始接这个真正的接这个咸米党，到现在25年。哎呀，我接手25年。他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他的舞台，应该是比他个人还重要。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他说抱怨，我都会说你会不会累啊？因为他的时间很长，他就是从早上备货7、8点到晚上收摊，所以他应该是把它当成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啊。我觉得他不把它当工作在炒肉燥是我爸爸传下来的。在这个位置已经炒了46年。很多客人就说你哪样比较招牌？我说其实我每样东西很好吃，我每样食材都是我挑选的。这个东西这个季节不对，你硬要做出来，这个东西就不会好吃。我宁可让你没有吃到，但你再来吃到的就是我想要给你的。像今天这个 taco 啊。饱满又扎实，它这煮起来就是算非常顶级的食材，然后加酸醋，然后加冰糖，然后开火，让它跟我撒 taco 撒的起来加水下去煮，因为我们 taco 在做是不加水，这是我们很独特的做法。好不容易找到这家卖章鱼的，每次我只要跟他买，他们夫妻那天晚上就一定会来吃饭，他还必点，然后一次点还点2盘。他说他卖了这么多 taco， 从来没有吃过说 taco 煮的这么好吃的。来，客人几位？2位。好，那坐这边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怎么点啊？我跟你讲，每一道都是经典，都很好吃。我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吃这个。脚筋，是猪脚筋，猪脚筋，乳猪脚，好，
然后鱼蛋沙拉是一定要的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猪肉好吃，贵料哦，有点绿色蔬菜。要做沙拉丝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是沾这个给他的。对啦，因为我想说你是在地的高雄人，所以应该我第一个想到人物就是你。这个我以前常来啊，这以前常来，几乎一个礼拜会来个2、3次至少。那你最喜欢吃这边的什么？必点的是这个叫猪螺，这个是海螺，腌酱油、腌蒜头，非常的下酒。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哎。他们的选料还不错，因为他们的海瓜子很大颗，因为这个通常你会现炒的，对但它是炒起来放着，然后对吃凉凉的这样。对，上下鱼卵，耶，鱼卵是我必点的，一定要吃的。 OK， 它的这个熟度很好，因为有的会蒸完它就炸嘛，外面那个膜吃起来会润润，然后那个蛋会粉粉的，泰国很好吃。泰国是我喜欢那种，就是我喜欢有嚼劲，然后有特殊的香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中部跟北部其实没有这种类型的店，然后台南有，嘉义有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习惯跟高雄不太一样。这里前金切呢，是因为这间庙。 这间庙叫前金庙，那你也知道台湾的本地文化，就是在庙口一定会聚集很多美食，对，所以原本这里这间庙有200多年了，很有历史哦，它是古迹哦。OK， 那前金切拉达呢，就是从以前，大概应该历史应该40、50年就有了，前就有了，对，它就在这边了。他们还有个历史背景，就是有些劳工阶级的蓝领阶级，他们后来变成大老板了，他们还是很喜欢来。 所以这里会停很多豪的房车。OK， 对，耶！我就在等这一刻。干杯！
因为我看过太多老店，到了后来，因为你没有按部就班的话，它真的会失掉很多东西。很多老客户来我这边吃饭，他就说：“哇，这个40当然这米跟一模一样呢，米嘛我没变呢。我这边很多吃3代的啊，哦，就爷爷奶奶带着父母亲，带着他的小孩，甚至带着他的孙子来吃饭。有些客人甚至于他已经离开高雄，经过很多年都回来吃，他就是在寻找那个感觉、那个味道。来。蟹肉哦，好，蟹肉红雷，好。咸猪肉好。大肠头好。那个三面会，综合的2好。牛小排鸡翅。然后我也会问啊，你啊米有变啊，是安那你来我讲哦，我无，你做到综合的名啊，就是恁爸爸你做的米就是安尼。那听了，觉得爽不爽？爽。我老婆问我，小孩子不接，我说不接就把它收掉就好，至少让高雄人心里面这个千金庙切咖长是好。而不是你交给谁，讲到千金庙，哇，那真的我拍价呀！我不喜欢这样子。如果说真的到我就结束，就让它结束掉了。这就是千金庙切阿杂，是比这只的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切料在台湾各地名称竟然都不太一样。因为我是台北人嘛，然后我们在台北就会很常遇到这个欧北切，在台北会有很多那个米粉汤，这些熬汤的这个猪肝啊、猪肠啊，就会切一切，分量也不一定，部位也不一定，所以叫做黑白切。到了中南部呢，尤其是南部，发展的起源比较早，譬如说像台南，他们就有各式各样的点心摊，他们就不叫黑白切，他们就叫香肠熟肉。吃到我比较多是在早餐的时候，因为它是跟着市场，然后跟着这个猪肉本来不要的部分一起产生的文化。等一下，这里有变过吗？这里？哇，你应该有够。好哦。哎，老板。点几半波？点足久，无我倒啊介绍甲台北人讲一下。障碍呢？系啊。该讲不就无法完。啊，就条工爱画一个啊。哎呀，要食呢3个人。那个无问题。然后刚刚有迄个生的菜头。我，一人一碟。一人一碟，嘿。一年呢，麻烦哦。谢谢，感恩。点完了。这趟头家西瓜啦，那是。对啊，那你不是认识你们就认识了？他认识啊，但是其实说真的，开始来是感觉他比较严肃，他时间久了，说真的，台南嘛，哎，谢谢，感谢你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没啦，蛮有你帮忙，上菜哟。哎呦，我有看他们营业时间其实是10点半到下午5点，对，所以他们是。早上的点心到下午的点心，咱讲的呢，有当下一寡长辈们他比较早起，他可能其实5、6点就已经吃完早餐了。那其实他到10点左右，他可能还是会有点饿。咱讲的早点嘛，对，早点，对，那这有可能对因来讲就是
中间的一个就是填个肚子。意思讲，因常上班也就是讲，我就是吃吃药、吃点心、吃一个假卡啦。谢谢。你交代。谢谢老板。你无完我请你。好啦，感谢你。不是，光头成语是，你到底念什么科系？我真的忘记了。电影。对，但是他很奇怪，他对底层或者是一些历史文化、社会事，他比较有。没有啊，他比较深入了解。做艺术相关的都是社会观察者啊。我如果老师来讲，那因为 N-Chance 这个很特别，就是其实一般人他不会想到我们要做这个的介绍跟来源嘛。那成宇，你觉得你对于他的了解是到底到了哪里这样？我家己是嘉义甲台南一旁大汉的囡仔嘛。就自细汉，不管是妈妈那边啊、爸爸那边，其实拢咧食这项物件，伊会好奇啊。根据我知影的吼，就是讲吼，因为较早这算讲是办桌啦，还是讲做料理的迄个师傅吼，对，咧做一寡较小个的时阵吼，伊会去把这个手路菜变做一寡点心，去做生意安尼。所以我伫嘉义甲台南这旁大汉，有当初你伫台南这边也食到，你伫嘉义迄边也食到。但是就是一边会叫烟春食肉，一边叫鹿食肉，小可料理的方式我无共。鲟丸叫做台南叫鲟丸，嘉义叫鲟粿。OK。对，就是你有小可无共的处理的方式安尼。台南这个香肠熟肉摊，它有1、2样东西呢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，而且出了台南，你很难在别的地方吃到。这个东西就是叫做金贵，它是带着一些蟹肉，等于是蟹肉萝卜糕，然后一样切开来以后是吃凉的，那它就会有浓重的海味，可是跟你这些其他的猪肉方面的这个切料搭起来说，哇，那个鲜甜感真的非常棒，有点像是台南跟嘉义限定的一个香肠熟肉一定要点的东西。这是伫嘉义甲台南变做是你大汉时阵一个做你做自然的文化。应该是说这些东西，你中南部的囡仔大汉都是日常饮食，可能为恁阿公带你的爸爸妈妈去吃，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吃，所以很多人会说中南部为什么这么多吃的老店？那其实你也想这也想，就是你会觉得他们是连饮食都在传承。那一点回来做，就是家里剩下我妈妈而已，2个姐姐嫁了，我弟弟当兵。就说当兵完之后，不想再做了，想要去外面闯一闯。可是那时候我妈妈身体慢慢越来越不好，我才慢慢接手。手也去换关节，2只脚都换关节，她还是一样回来就做。她没有做不行，好像她是。他的精神跟他的寄托就在这边而已。打！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妈只跟我讲一句话说：“趁钱要趁肉得得钱，东西不要随便乱做。”她教我怎么做，我就是这么做而已。你花这些1份，然后再加1份吗？1份哦，那不用。好，龙港你控制会多少？老一辈的，他就是以前就是来我们这边买，然后可能会带他的儿子或孙子来这边买。客人是这样子一代传一代，有些高雄客人专程来吃我们的，他好像只是吃那个怀念的感觉。黑白切这种东西，它比较像是以前很多人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共享的一个东西。你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你小时候那种很热闹的环境。切仔摊这种东西，好像是一个你已经很自然、很熟悉，但是却很少人去讨论的一个东西。这个题目也许可以把台湾人的生命经验再去把它讨论出来，这样子。